出门3个步还被车撞了。啊！这美女怎么不穿衣服啊？你终于醒了，你没事吧？喂。啊！这是哪儿？医院。找不到工作就算了，出门3个步还被车撞了。啊！这美女怎么不穿衣服啊？你终于醒了，你没事吧？大夫，大夫，病人醒了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眼睛竟然能透视了！啊！哎呀，我没事了。没事了，没有受什么伤，休息2天就能出院了。啊，你好，我叫莫凡，谢谢你送我来医院，我现在没事了。好，不客气，我叫秦大宝，毕竟是我不小心把你撞进医院的。秦大宝，这名字和美女可不搭呀。哦，没事，反正我也没受伤，现在可以出院了。我换下衣服，要不你先出去？好。没想到我竟然觉醒了透视能力，有了这能力，我还愁赚不到钱吗？既然我可以透视，那赌石发财必是首选项目了。需要点什么，请随便看。太好了，我真的能透视原石。这块不行，这块太小了。啊，这块可以，这块翡翠是店里最好的。老板，我要这块石头，多少钱？我看你第一次来，就收你8000块吧。8000块？老板，这也太贵了吧！1500块钱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你这砍价太凶了，人家都是对半砍，你这直接从脚砍呐。哎，好了，这样，我在最后讲一次，2000块钱。哎，老板，我这兜里就剩2000多块钱了，这买了你这个之后，就剩100-200块钱吃饭了。哎，不信你可以看下我的余额。行了，我卖给你还不行吗？哇，哎呦，开石头呢这是？开石头了？看来出了什么好货？哎，你看，你来开吧，祝你大涨。哇，这冰飘花呀！我去，小兄弟，2000买的，你这能赚10倍不止啊！这种水也太漂亮了，这飘花也很灵动啊。这皮壳看不出来啊，一点表现都没有。这小伙子也太走运了。小伙子，你打算多少钱出啊？我出10万。10万你可想多了啊！我出20万。30万，我出30万。还有吗？我出90万。好家伙！90万，这不是秦大宝吗？他竟然出90万！原来是秦家大小姐。秦家是干珠宝商的，秦大小姐给的价钱肯定公道。啊，可以。不过呢……不过什么？不过我想向你请教一下，这些翡翠各种种水的市场价，还有一些翡翠的专业知识。没问题。OK， 转账。太好了，第一次赌石就赚了90万。行，走了啊，拜拜。是铁勇啊，这小子跟我光着屁股玩到大，不知道找我有什么事儿。喂，老铁，怎么了？阿凡，你快来，我在翡翠大厦门口等你。翡翠大厦那里宝贝肯定多。行，我来了。哎，凡哥，你来了。老铁，这翡翠大厦你熟？这次这么着急喊我来，看到啥好东西了？正宗缅甸翡翠原石大甩卖，精选各料50一颗，
概不还价。去看看现走场开始，高价回收。怎么样？哎，你看这个石头，这色泽很难说。看这个，看起来不错啊。对呀、我可以开一家赌石店，以我的透视能力，有了这个店，还怕赚不到钱吗？阿凡，这石头有搞头吗？当然有搞头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有个表姐在瑞士吗？你可以问问她能不能搞到这种公斤料。到时候咱们也来摆摊儿。当然不是，咱们开一间专门卖翡翠原石的店，到时候咱们可以现场解石，可以回收加工，还能定制。凡哥，开店的前期投入起码50万，你有多少钱？哎呀，这个你不用管，资金我出，你来经营管理，每个月5000工资，10%的分红，保底1万，怎么样？行，我这就给我表姐打电话。凡哥，我联系过表姐了，她说20-30块钱的公斤料都有。我预感，我们要发财了。行，那明天一块儿去你表姐那儿实地考察一下。好，来，先看看。我和你姐夫呀商量过了，先带你们来这高玉城看一看，看完了再做决定也不迟。没错，表弟，我跟你们说呀，你们要的公斤料啊，在这里面很便宜，到时候可以让朋友给你介绍。明星，你们几个先逛着，我去准备些饭菜。啊，哎，对了，如果你们看上一块石头，旁边正好有人在攀谈，切记不要上去直接问价，这个有忌讳。这地方太大了，咱们分头看看吧。好，走吧。这家店的石头不错呀，问问去。哎，老板，这个多少钱10万，这个呢13万，这个呢4万。这老板要价还挺刁钻啊！我去，这儿竟然还有这么好的料子！这料子虽然表面上看只是不起眼的石雕，但内部可有一整块近乎透明的极品冰种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哦，山水一色，卖280万。老板，这料子值这么多？这小子还真看上了。这料子木纳敞口出的，光料子就花了100多万。虽然色没显出来，但内部整体也达到了糯化种，而且料子够大了，有兴趣可以谈一下。老板，这料子是木纳的没错，但这皮壳就像块石头，而且色没显出来，很散，这整体啊只能做成摆件。而且从窗口看，这料子是普通的深绿色，也不是那种有质地的米汤色，更不是木纳的老料子呀，不值那么多钱吧？老板，我也不跟你多说别的，我是真心实意想要，你好好给个价。这小子怎么对料子如此了解？遇到懂行的了啊！那你说个价。20万吧。20万？那你说个价。20万吧。20万？不是，小伙子，你这么砍价的话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那我这200多万的东西，你20万？这样吧，一口价30万。刷卡还是现金？哎，一口唾沫一个钉啊，可不许反悔。说30万，那就得30万。来，您这边需要送哪儿？我免费给您送过去。嘿嘿嘿嘿，来。早知道这样，刚才就应该多砍点儿。那个地址你发我手机上就行了。啊，行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不买，凭什么不让我走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不买，凭什么不让我走？凡哥，我刚刚就摸了一下，他们非要让我买，我都没问价格。你把料子表层的泥巴给摸掉了，你必须买。没错，不买你们走不出去。哎，各位，有话好好说。谁在这里闹事儿？你们好，我姓刀，大家都叫我刀哥。你们谁说了算？刀哥，你好，我叫莫凡，我说了算。这里的料子
没有户主同意，不能碰壳上的泥，但一般会提前告知。他们这帮人也不是第一次闹事了。为首的人叫老布，虽然有点无赖，但是很合规。这也算是卡了我们高玉成的漏洞，所以你们得买下来。但是我可以帮你们压一下价格。不是，我就摸了一下，非要买，那他们乱讲价怎么办？那你的意思呢？这个石头我可以买，不过我要听听他们的要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这石头卖多少钱？100万。100万。是老布。这些老闵这样乱搞，以后呀，没人敢看石头。听刀哥怎么说吧。这他们到底来不过这些老闵，我估计他们拿不出什么好东西啊。哎呀，搞不好呀，路边捡些泥巴石头，这些人呀，太倒霉了，太倒霉了。你们呀，坏了规矩，不买的话，谁也别想离开。等一下，我也没说不买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出钱，不过呢，我最高只能给到20万。你随便拿一块石头给我，我也不挑。同时呢，把这块裹着泥巴的石头也给我，我回去呢就当给兄弟一个教训，咱们就当交个朋友。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你要能从我手里把它拿走，我就答应你。好啊，这是碰上挑事儿的了。小爷我从小手劲就大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小子力气怎么这么大？老板，你这个石头可是有裂纹的呀。行吧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说话算话，这个事儿就当过去了，行吗？这是碰上硬茬了，算了，这次先放这小子一马。走。这就走了。走啊！他们老这就走了，厉害啊！厉害！哎，冯哥，你刚才太帅了。我呀，这叫出其不意。对，把这个裹泥巴的石头收好，还挺好看的。表姐夫，要不咱们还是找个理由，就别回家里吃饭了。刚才那个老布啊，我觉得他走得太干脆了，可能要逼着劲儿使坏。咱们要是回家把麻烦带给表姐，那就不好了。晚上就去我和铁永住的酒店，咱们对付一下。好，走。来，干！放轻松，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。我有块料子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可以啊，但是这次我只看，我可不会买。没问题，我很欣赏你，我们交个朋友。请坐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的料子，你看一下，我可以给你优惠。南齐的料子？行家，没错，是南齐的。南齐的料子已经很少有能流出来的了，主要是南齐场口所在的老闵经常打仗。不过南齐出妖怪，那边的料子算不错的。这个老布看来是有渠道，在投石问路呢。那这个料子你打算要价多少？朋友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是老板，你出得起价格，为人也豪爽。我不高要，10万块你拿走，怎么样？以这块石头内部的情况来看，10万完全是合理的价格。不过赌石的目的是为了赚钱，自然能压多少是多少。老板，你这次专门跑一趟过来找我，应该不只是卖这一块石头吧？这样吧，我只给你一口价，
你要是卖的话，那我就留下；如果不合你意的话，那今天晚上我们只吃肉喝酒，其他的我一概不提，怎么样？你高高给口，不要太低，你顺我也顺。6万，卖了。早知道再少报点价格了。行，扫码。来，过去了啊。石头你拿走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来，干！来。我的朋友莫老板，过2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里有超级好货。今天你买了我这块料子，我才会带你去。你通过了我的考验，我的朋友。果然和我猜的一样，刚才那块石头是一块问路石。好呀，我的好朋友，过2天我会找你的。走。哎，范哥，你到底有多少钱啊？我看你咔咔花钱啊！你小子是不是怕我店开不起来，然后没法给你这保底1万块钱的工资啊？啊，放心吧，店啊绝对能开得起来。来来来，吃肉喝酒，干！我怎么有种非常迫切的吸收欲？好爽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头……啊！我多了新的能力。看来这吸收的能量越强，我就会变得越强，而且还会多出新的能力。哎呀，我的身体呀，你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啊？这里啊有很多原石，也可以批发到你们想要的空精料。看一下了啊，上好的籽料。这老板的料子也太棒了，胡乱买一个都能赚钱。老铁，表姐夫，今天咱们就买点石头玩玩，你们随便买，反正只要是赚就算你的，赔了都算我的。老板大气，义父大气。哎，老板，帮我开这个。我来这个。都出绿了，涨了。太好了，我总算在赌石中赚到钱了。你这2位的石头，我以20万的价格收了。啊，请您先稍等一下。哎，大宝，你帮我看看这2个大概能值多少钱？这2块成色不错，你运气真好。我们在现场也拿不准，我找个附近的熟人过去看看。哦，行。喂，大宝，你找叔叔有什么事？叔叔，我有个朋友叫莫凡，他在看石头呢，你能帮我过去看一下吗？你是莫凡？哦。大宝喊我一声叔，我和他爸是兄弟。哦，原来这么巧啊！既然大家都是熟人了，我也就不说废话了。我再给你加10万，你觉得可以，我现场给你转账。你要是信不过，可以再去其他的市场转转。还不赶紧谢谢胡叔！谢谢胡叔，谢谢。来，好嘞，收到了，多谢了啊。这也快到饭点了，要不我们请你吃个饭，请您一定要赏脸。放心，不用谢，就算是这个价格，我还是有的赚的。咱们走，我请客。老板，麻烦一下，把料子送到我的店铺。好嘞。行。哎，小凡，那2块没切的石头也是你挑的？这才是吃这顿饭的重点吧。当大老板的都是很精明的，
不会无缘无故请客吃饭的。那2块石头啊，是我胡乱挑的，我打算回到自己的店里把它们摆起来。自己店里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打算在步行街那边呢开一家赌石店。所以呢，我这次来就是过来实地考察的，进一批料子回去卖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会看料子，想保持低调呢。果然是大老板，几句话就差点摸透我。可能啊，是这家店的石头啊确实不错，而且老铁们的运气啊也的确是挺好，第一次赌石随便挑就能切着。这样吧，不管那2个石头切或者不切，我都要了。涨的话，我就按市场溢价10%给你买；垮的话，也按原价的2倍给你收，怎么样？这是摸我底呢。胡叔啊，你都把这种条件都提出来了，我要是再不同意的话，那可真就是给脸不要脸了。好，等咱们吃完这顿饭，咱们就找个地方把那2块石头都切了。哎呀，爽快，去我店里就可以切啊！来吃啊，吃，来，吃，来。你拿这块这个吗？好。小凡，来，叔跟你说件事。来了。其实步行街那里最开始是有人开过赌石店的，不过那老板后来运气太差，赌石倾家荡产，最后店铺也关门了。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人流量那么大的地方一直没人开赌石店，都跑去市场里面了，而且规模也很小。原来步行街有人开过赌石店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之后几乎10年的时间都没有人再开过店铺呢？切好了。哎呀，胡叔，这不行啊，都打眼了，还不如一块大理石呢。这块石头的皮壳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小凡，你也别气馁，这种石头谁来了都得打眼儿。看下一块吧。被我吸收过能量的，果然已经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了。满绿大涨！哇！我靠，凡哥太牛了！小凡，咱们之前可说好了啊，这石头都是我的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呀，能开出这么好的料子。放心吧，我说话算话，我按照溢价10%来收，给你750万。胡说，不用溢价，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就行。别墨迹，我直接给你转账了啊！哎，胡叔，真不用啊！支付宝到账750万。胡叔，您太客气了。哎呀，莫老弟啊，你这个技术还真是深不可测呀！以后有好东西，别忘了照顾叔这边。这个人心思缜密，可没有秦大宝那么令我放心。以后还是尽量少合作的好。胡叔，您说严重了，您叫我小凡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我哪里有什么技术啊？我这个纯属运气好罢了。其实啊，我是纯的翡翠菜鸟一个。这2年呀，我准备在内地开几家翡翠珠宝公司，急需优质资源。小宝家的秦氏珠宝公司啊，一直是我们的供应商，但他的业务涵盖多种珠宝玉石，并非完全契合我的要求。等你店铺开业，咱们一定好好合作。哼，那是当然了，我们肯定要多合作一点。小凡，我要先回去了，这都出来2天了，家里还有孩子要看啊。行，那我们就不留你了，彪姐夫。你们好好玩。哦，行，路上慢点啊。凡哥，我觉得你这2天变得不太一样了，具体是哪儿我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你厉害了不少，就觉得跟着你干肯定有前途，以后我跟着你了，股份什么的我都可以不要，跟着你就行。老铁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拉着你一起干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兄弟，你可是我这些朋友里最信任的人。所以说股份的事情该拿就拿啊，而且啊还会越来越多。
这主要看你的个人能力了。你记住，咱们是兄弟，一起吃苦，一起发财。兄弟，我可不搞基啊！我的朋友，我是来邀请你去看料子的，时间在今晚6点，但必须现金交易，地址在这里。我的朋友，你记下的话，把卡片还我吧。还挺神秘。我的朋友，晚上6点记得过来，带现金啊，只能现金交易。凡哥，怎么只能取10万块钱啊？咱们2个人加一块也才20万，根本不够用啊！别急，我问胡叔。喂，胡叔，我需要现金去买料子，你可以借给我点吗？当然可以，但你要答应叔，买到的料子要第一时间考虑卖给叔。没问题。你们在哪儿？我们在城里10字。你好，我是胡总派来的，你就叫我小赵吧。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现金。我的老天爷啊！凡哥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呢。走吧，走。莫老板，请。你觉得今天谁能拿到最好的原石？反正我今天是有备而来。买到好货。各位老板，欢迎光临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的料子都是从缅国运来的，有军方背景，手续齐全，品质也是非常好的。所以，请各位老板放心。好了，现在我说下我们这儿的规矩。在场一共有10位老板，我们会通过5批料子按标竞选，依次定高低，价高者得。上货。这石头不错，这批质量真的高啊！各位老板，准备差不多的话，写上价格吧。写好了。张老板48万，李老板96万，王老板50万，李老板78万，莫老板100万。100万！恭喜莫老板成功竞得第1单。老板爽快，我再凑你一块。老板别介意，这石头虽然看着有点干，但赌石就是赌，不切开谁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。送老板玩玩。多谢。来，上第2批。这第2批可一定得拿下呀！各位老板，请吧。我看这个出场这个不错，也挺不错的。我感觉这个，能量波动都达到了2.5，证明料子都还可以。赵老板238万，李老板300万，王老板200万，张老板150万，莫老板20万。20万！恭喜李老板竞得这一单，感谢各位高抬贵手啊！恭喜李老板！恭喜李老板啊！你好，莫老板，第一次见面，你真是一表人才啊！不过本人不理解，你为什么只出20万？难道这石头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你看这石头有问题，就说没这么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他就出了20万，足以可见啊！各位前辈，是这样的，
你们看，我刚刚也没有细看这批料子，这主要呢是因为我就是个新人菜鸟，我的阅历还有我的财力都不及在座的各位。但是呢，老布今天既然邀请我来，我要是不竞拍的话，那就是不给老布面子，所以说我就只能出这力所能及的20万。莫老板，谦虚了，谦虚了。哎，峰哥又买中，咱们接下来玩了，不知道这批料子能开出多少货来呀？各位老板，这是我们第3批料子。虽然被开了天窗，但里面料子裂纹多就亏大了。是啊，越是这样，越不敢乱叫价呀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些石头表象啊都是上等。极品，这可真是极品啊！哎，这是我的。张老板300万，赵老板250万，李老板310万，王老板280万，莫老板肯定又是20万了吧？应该是。不过莫老板年纪轻轻，就懂得照顾朋友面子，以后大有可为呀。不是，莫老板600万啊！600万！他这么认定这个料子，这也太夸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实在是这批料子太合我的眼缘了，所以说我就多出了点儿。没事儿，出价嘛，本来就是各凭本事的。看来下次出价要低调些了。600万买这批石头确实不错呀！这批啊，看着是真不错。下面我们进行第4轮。哎，看这批，能量波动平均在3上下，这些都是好料子，必须要保持低调的拿下才行。出价最高的是这个李老板，我先看看他的511，这是不超过520万啊。其他人最高的是赵老板的490万，518万吗？张老板480万，王老板400万，赵老板490万，李老板518万。大家都在400多万嘛，看来我这一把稳了。莫老板519万啊！这次石头归莫老板所有。搞什么啊？就比我多1万，就赢了竞拍。这第1次是侥幸，这可是第2次了。啊，各位老板们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这次又被我侥幸得到了。莫老板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有机会到我公司坐坐，我请你喝茶。啊，一定一定。好，恭喜莫老板连续2次竞得我们的料子。下面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批料子。各位老板可以先看看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轮的玩法。这次呢，1人1块料子，但是呢，不许拆开，也不许拿起，一口价50万，也可以选择不拍，请吧，各位老板。你不会拿那些公斤料子来糊弄我们吧？就是，不让拆，不让拿，还不让看。各位老板，我们的料子都是从缅国运过来的，我们自己都没有拆开，怎么可能是公斤料呢？这可是到我的强项啊！挑兵挑将，挑到谁我就选谁。不要了，峰哥，不再选了啊！这次咱们收获颇丰啊！是收获颇丰，可是怎么把胡老板的钱全花完了？
放心吧，我有预感，咱们这次肯定能开出好料子。这次咱们要发财了，真的？小凡，可是说好了，今天切出来的石头都要卖给我。胡叔，你放心吧，除了那块开过天窗的，我答应过秦大宝给他带一块料子，还望胡叔忍痛割爱。好吧，好吧。哇，涨了，色泽透明，纹裂极少，是块上等的玉石啊！太好了！哎，小凡，咱们可说好了，这些石头都要卖给我。胡叔，那是当然。又涨了！小凡，这块我一价收你啊！胡叔，不用，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好，继续。小凡，别气馁，有涨的，有不涨的，正常。还好老顾的石头是5块5块一起卖的，否则全是大涨，我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。那会儿不能切。怎么了？是极品绿，不能切了，会破坏玉肉的，只能先开天窗。先开天窗，慢慢磨，别破坏了里面的玉肉。对。哎呀，没有一丁点的杂色，大满绿，这是大满绿呀！小凡，咱们刚才可说好了啊，这些石头都要卖给我。刚才的石料钱已经得给你转2000万，这块料子我还没有能力全部吃下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现在就去凑钱，这块料子我一定要吃下来。还有，就算叔手里没那么多钱，也不会少你的。这块料子，我给你5000万。有了这块石头，放我店里做镇店之宝，想想也太有画面了。天哪，这一会儿就赚了7000多万！阿凡，你打我一下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放心吧，不是做梦。这么多天，咱们对料子也有了解了。这样，咱们今天进一批料子。让表姐夫帮咱们运回去。凡哥，都听你的，你说啥是啥。兄弟，你记住了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我兄弟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小凡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妈，我最近在跟着一个大老板干活呢，这是我发的简金。是正规用途的钱，妈就放心了，千万别做违法犯罪的事。放心吧，妈，不会的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凡哥，遇到我表姐家里的公斤料出事了。出什么事情了？他刚才跟我说，那批料刚刚放在院子后面，就有人上门抢石头。现在这种社会还有人干这种事情？走，回去看看。表姐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说的就是我那弟弟严明俊，老爷子偏袒他，非要我俩一块管店。这小子整天胡吃海喝的，一点正事都不干，这店全靠我和你表姐撑着。之前他还因为打架蹲了局子，出来以后从店里拿了1万块钱，没2天就霍霍完了，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，非说店里有他一半，要拿钱还债。不是，跟抢石头有啥关系？这不刚好你们的石头摆在我们的院子里面，要债的人也是做翡翠生意的，非要拿着石头还债。哼，严明俊为了还债，带了一帮人就来拉石头了。
石头的确不是严明心的，如果你们硬要拉的话，我们肯定会管的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就算不拉这些石头，这小子的债也一定要还的。大哥，你到底有钱没啊？你要实在没有，去借去啊！赶紧还给人家，我还要喝酒吃肉呢，别耽误我正事儿。你那边有钱没？先借我点儿，我以后有钱了想办法还你。我欠你钱没问题，表姐夫，但是这小子明显是个吸血鬼，一次还行，2次呢，3次呢。行啊，我看你们就是不想给钱，反正这公司有我一半，我要跟你们分家，我只要我们那一半，我也不多要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哥和你爸为公司付出了多少心血？你呢？你都干了些什么？还想着分家？你怎么好意思张开嘴的？你一个嫁过来的娘们也配在这说话？我弄死你！都住手！都别动！谁再动手，我们就要抓谁了。我叫陈太守，不守规矩的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莫凡。莫凡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下次再遇到什么事情，直接找我们，我们会处理的。这次人家没有追究，不然人家告你们什么殴打他人、致伤致残什么的。咬人的狗不叫。这个陈太守我听说过，是做翡翠进口生意的，手底下有一帮老缅，经常下黑手。这脏活全这帮老缅干，干完以后就跑缅甸躲一阵子。小范、田勇，你们明天一早就回日月城吧，他们的手再长也伸不到那里去。小凡，听你表姐夫的，和小勇回日月城吧。凡哥，我表姐和表姐夫担心。老铁，放心吧，这件事我会处理。只能通过胡叔来打听陈太守店的具体位置，否则如果让严明心知道我要单独去陈太守店里的话，他该担心了。哎，胡叔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陈太守的翡翠店你有了解过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也不能让胡叔担心，这事自己知道就好了。哦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去办点事儿。他的店在中州路上，1层2层都是他的店，名字叫做瑞龙珠宝城。哦，行，谢谢胡叔啊。再见。今天来就是让陈太守知道，他踢到铁板了，那样我才有筹码与他谈判。全赌料子嘛，我把里面的能量全给你吸收了，客人切开的石头全有问题，我看你怎么处理。表面上看和刚才无异，实际上这已经变成一块废石头了。我信，我信，我信！陈太守，看我不整死你！您好，先生。我一直看您拿起这块看看，拿起那块看看，请问您是有什么不懂吗？我可以尽我最大的努力给您介绍一下。没想到陈太守店里还有这么善良的人啊！你们这里只有全赌料子吗？我们里面有更好的料子，您可以进去看看。是不是我今天的消费提成都会算你头上？是的，不过您没看到满意的，不买也是可以的。这姑娘真不错。行，带我去看看。好，那您这边请。我可以自己随便看看吗？可以的，如果你有需要，可以再喊我。不可以。这位是谁？这是我们的经理，姓李。我在外面看你半天了，在外面逛来逛去，什么东西都不买。2楼东西你也别看了，毕竟这和外面的料子可不一样。这石头摔了就摔了，这里面的东西摔一件，你赔得起吗？把这件给我打包，现在就走吗？
过去了。我说话他竟然装作没听见，这个混蛋，表面可是经理，还没受到过这种漠视呢。连你这个小丫头，现在也敢这么无视我了？现在我可以继续看东西了吗？当然可以，您什么都不买也是可以继续看的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这里的东西不算你的提成，少在这里碍眼。我说不让看就不让看，赶紧带着你的东西给我滚！这里其他的东西你看不懂，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。看，我让你看个屁！又见面了，莫先生。太守，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。怎么连太守都漠视我了？莫先生，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。是的，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不过你们陈家可真厉害，好东西都不让人看，这就是你们陈家。不知道莫老板买了什么？哦，我刚刚买了个龙腾盛世，不然人家说我只看不买是买不起，还怕我碰坏这里的东西呢。那你买便宜了。这样吧，陈总，一件一件的看太慢了，把你们这里的猛料全部给我拿过来。去。啊。陈总，你们陈家的货保真不保真？假一赔千万，竟然敢主动找上门，我倒要看看你准备干什么。喂，你来给我介绍介绍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介绍的详细一点，否则我会认为你们陈家的店员连基础知识都不过关。这是高兵种的仿古无饰牌，这是莫西沙场口出来的料子，经过高级师傅雕刻制作而成。陈总，你们家可真厉害，虽然高兵和正兵只有一个字的区别，但我还不是傻子。啊？怎么回事？这确实是正兵，没有达到高兵。废物！你再给我介绍介绍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……说。玻璃种，这是玻璃种手镯。多少钱？180万。陈总，你们陈家可真厉害，这高兵种都可以当成玻璃种卖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啊？怎么回事？确实是高兵种，没有达到玻璃种。废物！让你介绍个产品都介绍不明白。啊，陈总，我问过你保不保真的，你也说了假一赔千万。你们这里正兵可以当成高兵种卖，高兵种当成玻璃种卖，你们陈家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给莫先生转2000万。可是没听到我的话吗？给莫先生转2000万。是，我现在就联系财务。到账2000万元。满意了吧，莫先生？嗯，这个陈太守的确是太冷静了。不错，你们陈家可真是一口唾沫一口钉啊，有诚信。我劝你不要太过分。哼，陈总，我还以为你多淡定呢，你怕什么？这样吧，你跟着我，每年给你分1个亿，怎么样，莫先生？哼，干什么？这是要拍电影？是不是我要是不答应的话，这个电影拍的类型就是武打片？陈总，莫先生是个好人，你们放过他吧，要不然我就报警了。这小姑娘真不错，直到此刻，她还是唯一一个敢站出来替我说话的人。莫先生，我劝你见好就收，要不然咱们一块儿拍戏，武打片儿，反正女主角现在也有了。算了，今天先这样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群演我带走了，反正他在你们这儿也当不了角，
还是我带回去好好培养培养。走。这个玉石送给你，表达我的歉意。对不起啊，害你丢了工作。不用了，我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做事的。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个小姑娘。没关系，你就收下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几件事跟你说。是这样，我呢也是做翡翠原石生意的，你以后跟着我上班吧。底薪的话，我就给你8000，加上提成。不过前期可能要去悦城店里，怎么样？可以接受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，你可以先预付我1年工资吗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是我的父亲，他查出来肺部有病变，现在全家合力也拿不出8万块钱手术费。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，你先拿着。太感谢你了，老板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报答你的，谢谢你。好了，现在你就是我的员工了，这个可以收下了吧？希望从今往后福气常伴。谢谢老板。好，赶紧处理家里的事情吧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跟我说。莫先生，我们老板想和你聊一聊。陈公子，你又要搞什么幺蛾子？嗨，莫老板，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。障眼法罢了，江湖把戏不值一提。我花了2000万，你就让我听这个，不要高估我的耐性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就算告诉你又能怎么样？莫老板，你让我损失那么惨，现在还可以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和我说话，你应该感谢我的好奇心。那你想怎么解决？好像这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挑起的。这样，从今往后，我可以再也不触你的眉头，但是严明君的事情必须我来解决，并且你要跟我保证，从此以后再也不去找严明星家人的麻烦，要不然的话，以后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随时奉陪。好，这件事情终于要有个解决方法了。这趟瑞龙珠宝城没有白来。2000万，把钱还我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严明俊的事我来解决。看来我主动找茬的举动起效果了。也是，继续跟他耗下去，陈太守也讨不到任何便宜。再去他店里2次，他损失更惨重。要是派人来对付我，也拿不下我。虽然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做到把上好品质的翡翠变成低级品质的，但不能让他再去了，否则损失会更大的。行，转账。好，回信。好了。哎，范哥，你来了，吃东西没？要不要吃口东西啊？不用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我来这里就是通知你们一声，严明俊的事情解决了，以后都不会再有人来这里闹事了。严明俊欠的钱也不用还了。真的，范哥，你怎么办到的？这个你就不用问了，反正我们已经跟陈太守达成了共识，这件事情啊，接过了。那谢谢范哥了。小范，太谢谢你了，我给你拿点钱啊！不用，就是以后我要来这里购买原石，来这里进货的话，都用你这个物流公司发货，没问题吧？哎，当然可以。哎，范哥，你看这有个铺子。范哥，你看这有个铺子，上面写的房东直租。这里确实可以。而且这面积也不小，而且上面写着后头还有个院子呢，平日里可以喝茶，逼格也高。哎，打电话。行。你好，我是这间铺子的房东，我姓张。这间店铺你们诚心租的话，就按照每年20万的价格给你们。张姐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直接给你转280万卖给我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转账。确定现在可以转？确定。好，我们马上签合同。好。老铁，这剩下的装修这几天就麻烦你了。放心吧，范哥，肯定啊，给你超额完成任务。行。莫凡。
那给你的感谢礼物，这是我请大师给你设计的无事牌，你看看喜欢吗？到底是出自大师的手，无论是色泽还是细节各方面都无可挑剔。谢谢秦大师，我很满意。不客气，不过这个无事牌你现在还不能带走，得等到珠宝展会结束以后才行。不过你放心，珠宝展会上这块无事牌会标着只提供参观，不对外出售。理解理解。莫凡，珠宝展会那天你可一定要来啊！以秦大宝的能力，绝对不会缺人捧场，喊我去是真把我当成朋友。好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去。秦师傅果然是大师，这里的翡翠一个个看上去都特别的精美，尤其是我的这块无事牌，真恨不得现在就立刻把它给拿走戴上。哎呦，这谁呀？怎么这里谁都能进啊？我当是谁呢？王思思啊！莫凡，你在上一家公司不好好工作，天天迟到，被我开除了之后，不想着怎么好好赚钱，跑来这装有钱人了是不是？你还有脸说这些？公司规定9点半上班，你成天让我8点半去，晚上又要加班到凌晨3、4点，8点半晚了几秒钟就被你一顿凶。怎么，你是到生理期了，月经不调的？好好去看看病吧。哼，你竟然敢这么说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说的就是你，一天天的真没素质，滚蛋，别在我眼。真是扫兴，遇到这么个神经病，还是不搭理为好，别影响了秦大宝的珠宝展会。莫凡，大宝。这屌丝怎么会认识秦大宝？大宝，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让人把这个无事牌给我取下吧，我把它给带走。这就走吗？你竟然敢直呼秦总大名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有，没看到上面是非卖品吗？你就算倾家荡产，人家也不会卖给你的。你以为秦氏集团是个小公司呀？秦氏珠宝集团是不是小公司我不知道，但是莫先生是我秦氏珠宝集团的重要合作伙伴，这位女士还请你自重。这不可能！来人，把无事牌拿过来。好。莫凡，我不信，你不过是个穷打工的，前段时间还被我开除了，怎么可能有钱买这种品质的翡翠？王女士，我记得你们公司跟我们公司谈过一个展销会的合作吧？从现在开始立刻终止，我会让负责的同事跟你们对接，解除合作的相关事宜。这怎么可能？现在还请你离开，我们活动现场不欢迎胡搅蛮缠的人。来人，把王女士请出去。莫凡，你真的要走啊？不再多待一会儿？不了，你知道我的店铺正在装修，开业时间定在3天后，到时候开业了呀，还得请你来捧场。好啊，到时候我一定过去。那边我还有一点工作要忙，我就先过去了。哦，你先忙。莫老板，不知道莫老板到时候欢不欢迎我过去？怎么是他？不过这里是日月城，他就算真的想报复，手也够不到这里。当然可以了，不过到时候记得给我带礼物啊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儿？莫老板什么时候认识秦小姐？给你一个忠告，离秦小姐远一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跟我混，我就告诉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同路。你爱说不说，不说拉倒。再见。听说这家赌石店今天开业，公斤料50块钱一个，免费开食。对啊，听说开出来不错的料子，人家还管回收了。是啊，50块钱一个，免费开食，本来就很划算了，还管回收。这家店老板可真是太良心了。哎，你看，老板出来了，这就是这家店老板。各位，我宣布，老莫赌石店从今天开始正式开业了。哦，
骑士珠宝店秦大小姐，祝贺老莫赌食店开业！恭喜莫老板开业大吉！感谢感谢。秦氏珠宝店，这个老莫赌食店人脉很广啊，这家店应该是很靠谱的。瑞龙珠宝城陈先生恭贺老莫赌食店开业。瑞龙珠宝城，这个我听说过，这家店在瑞士还是很有名的。这家店应该是最靠谱的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开这家店，但还是恭喜你，莫老板。哎，开业大吉！哟呵，竟然真的带礼物来了。好嘞，感谢感谢。你不打开看看吗？这盒子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能量波动？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你可以看出它的与众不同。我倒是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的，它是什么时候的，我也不清楚。但从你的眼神中，我可以知道，我没有送错人。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，莫老板。感谢。各位，我给大家都准备了饮料。今天如果大家感兴趣的，都可以开个原始玩玩，50块钱一个，而且免费开始，仅限今天哦。我要那一块，我要那块，给我来一块。这块可以吗？老板，这块我要了。好，啊，太好了，我开出绿了，涨了，恭喜啊恭喜啊！这一块看来你运气相当不错呀。来，哎，谢谢谢谢老板。哎，我也要一块，给我来一块。OK。这块怎么样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嗯，啊。我的虽然不是全绿，但肯定保本了。你的运气也是相当不错呀。还有谁要？老板，再来一块。方哥，我们今天卖了563公斤的公斤料呢，光收款就收了58万，净利润有37万呢，我们发财了！太好了，凡哥都要发财了。虽然我开这家店是为了低调简陋，但还是要让老铁和小玉赚点。毕竟他们一个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一个是善良的女孩。咱们这店呀，也算是正式开业了，你们啊，只需要保持经营就行了。凡哥，你放心，我们……等等，凡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出远门啊？是啊，凡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是这样，我打算去一趟瑞士，打算去搞些料子过来。虽然咱们店主要以公斤料为主，但是如果想要往精品方向发展的话，我们必须要进一些精品高端的料子过来，这样的话才能有更高的利润点。凡哥，你说的对，你啊就放心去瑞士吧，这儿有我跟小玉呢。是啊，凡哥，你就放心去吧。行啊，越来越靠谱了呀。这块石头还不错，老板，我就要这块了。好的。多少钱？好久不见呢，莫老板。哎呀，这不是老布吗？嗨，我还以为谁过来捣乱呢。这个摊位啊，就是我的摊位。哎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个摊主就是我的表妹。哦，是吗？哎，这块石头多少钱？我今天让你开个张。40万。40万？你这个心不太成啊。要不这样，2万块钱怎么样？卖了。哎，不许反悔啊！快转账。你以为你赚？哼，我当然也要让你以为你赚了呢。行，来，过去了啊。好嘞。
莫老板，你是大老板，你可以去个地方，那边有好料子。哦，又是上次那个地方吗？哎，这次不是，这次的大老板是缅国的，一直做出口的，也就是从缅国弄些料子直接出口到国内。因为家里出点情况，所以就把这些料子单独拿出来卖。具体的料子我没见过，但大老板的料子基本上都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一些老料，顶级的料，高高的好。这次还是需要准备现金？对，他只要现金，现金多多的准备。啊，行，那你把地址给我。来，行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好的。哎，胡叔，我想借你1个亿，我有点急事儿。小凡，你是不是想去看缅国那一批料子？我都没有告诉他我要去缅国，他怎么知道？啊，胡叔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次风声很大，业内虽然知道的人不多，但是头部的几家公司基本上都知道，而且都有人会去参加。那边现在的确有些危险，要不你别去了。啊，胡叔，我明白了，你可以多给我一些那边的信息吗？那边现在主要是地方势力间的动乱。大老板叫巴尔默，虽然年纪有点大了，但他在那边的经历和背景也是很复杂的。在那边做玉石生意的时间最长，自身的水很深。你和大宝认识，我不想让你做这种有危险的事。没关系的，胡叔，不过我还是想去一趟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不行跟我一起去吧。行，好，那胡叔，我们先这样说。这符文到底什么意思？而且我怎么感觉它一直在吸收我的能量？放在秘密空间里这么久了，这种感觉还是这么强烈。有能量在灌满这个符文。好，那我就给你能量，我倒要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还能用意识操控这把墨翠小剑吗？加上独立的空间意识，看来这次有更厉害的手段傍身。小凡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马叔，是做翡翠生意的，也是个大老板。马叔你好，我叫莫凡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老胡可是经常跟我提起你啊，年少有为。不过今天我们得悠着点儿，一会儿咱们看看情况，咱们3个好好合计合计。这边的水可是深得很呐。走吧。天明啊，没想到你们秦家也来了，等下可要让着点胡叔啊。叔您说笑了，我哪敢跟您抢啊，到时候还得您让着我才是。来，胡叔，他也是秦家的人。没错，这个秦天明啊，和秦大宝不太对付，他们各自掌管着部分秦家的产业，属于是竞争关系。这小子就是莫凡吧？最近你可是帮了大宝大忙，等下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哈，莫老板，真巧啊！欢迎各位的到来，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的拍卖会，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哎，你是几号，只能自己知道，别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我和你马叔，搞不好今天出的全是猛货。哦。
各位，本次拍卖会共分为5批料子，分为5轮竞拍，第1轮为暗标，后4轮为意象标。意象标？是的，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懂，那我再详细介绍一下这种玩法吧。意象标时，各位老板可以往别人的编号中投进标单，同一编号箱内价格最低的，或者编号箱内没有竞标单的，这位老板也没在其他编号箱内有最高价竞标单的，都会被淘汰，无法参与接下来的竞拍。这种玩法实在太残酷了，还真是第一次遇到。各位只需要在单子上填写自己的编号即可，按标过程中只念编号不念名字。那么接下来第1轮的料竞拍现在开始。不愧是穆老板的货，这么大块的玉石实在是太罕见了。这玉石上面没有一点裂纹，无论是整个出售还是做成镯子，都是大赚呐。不对，这可不是宝贝，这是玉宝石。这块料子是莫西沙场口出的，可以说近几年都没有见到这么大的好料子。我发现它是全绿玉肉后，就找了一位顶级的师傅，一点一点的打磨，才让玉肉最大可能的不受破坏。为了感谢各位的远道而来，第1批料子没有竞拍价，各位可以随意竞拍即可。啊！胡叔竟然写了5000万！等等，马叔是5100万。这俩人是商量好了吧？算了，反正最高的是6000万，他们也拍不到，就不提醒他们了。时间到，各位把自己手上的竞标单放在前面的箱子内。各位，这块玉料最高出价6000万。这些人真是老狐狸，不从表情上暴露自己的号码，以免在第2轮被针对吗？这次大家可以上前观看，起拍价是1000万，意象拍，时间结束后，每个箱子内价格最低的或没有竞拍价的将会被淘汰。重头戏来了！这块石头没有任何表象，外观看起来暗淡无光，不像是会出什么好料子呀。是啊，穆老板不会拿这么大的公斤料来糊弄咱们吧？这些人太执着于表象，没有发现这是个宝贝，倒是可以让我捡漏。最高的也不过3000万。看来大家都不看好这块石头啊。不过，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箱子里投标，好像就不会有人被淘汰出局，算是意象标规则的漏洞吗？看来你对这个箱子很感兴趣啊，那下次我也投试试。可以啊，我无所谓。恭喜莫老板以3100万的价格拍下了这块石头。没人要的破烂货你当成宝贝了，看来传言都是假的啊！你不过是个垃圾。莫老板，3100万应该是你这次来的全部家当了。怎么蹦出来个找茬的？
也太狗血了吧！陈先生，我知道你和这小子关系不好，这样下轮我帮你一把，不用谢我。找茬上瘾了。哎，这次的可是好东西啊，搞不好比第一块的料子还要好。这次的起拍价是2000万。哈，最高1个亿嘛。我这个人喜欢多来多往，既然有人对7号箱子这么感兴趣，那我就换一个喽。这是真的要针对我呀？切，有金手指还能被你给欺负了？巴尔默老板，我能不能提一个要求？什么请求？现在这块石头我有些拿不准价格，我想看一下第一块玉石，我来对比一下。当然可以。秦天明，你不是以6000万买下这块玉石吗？哼，那我就让本来是废石的它变得更废一些。怎么临时抱佛脚？别说你看不出来，你就算看出来又能怎么样？你出得起竞标价？稀疏的恰到好处，表面上看上去没什么两样，实际上玉肉已经很脆了，一碰就碎，里面更是包了块石头，600块我都嫌贵。要不是微信支付都不能支付1厘，非给你写个多1厘。好，竟然敢光明正大和我硬碰硬，我佩服你的勇气。竞拍时间结束。和我投在一个箱子里，不管是不是7号都死定了。1号箱子、8号箱子、4号箱子都没有竞标单，3位在别的箱子内也不是最高价，所以淘汰。7号箱子内，秦天明先生出价2个亿。哎呀，我就知道这秦天明肯定会对付小凡，2个亿，小凡，你估计就出局了。是啊，小凡这次危险了，这秦天明不惜以赔本价来对付他。莫老板还不跟着3位老板一块出去，还在这干嘛呢？你怎么知道我输了？那还用说？巴尔莫老板，能不能告诉大家，这位莫老板在竞标单上到底标了多少钱？莫老板的竞拍价是2亿0亿分。听到了吗？你出的价格才2亿0。他出多少？怎么没听清楚？2亿01分啊！所以说现在该被淘汰出局的是你吧？怎么可能就比我多出1分钱？你知道我出了多少钱？这么推出去的话，下面压轴的好料子我就没机会了。巴尔莫老板，这小子作弊，我要举报他。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莫老板作弊。秦老板，这一轮不好意思，你被淘汰出局了，请吧，秦老板。巴尔木在这带关系很硬，暂时还得罪不起。好，我走。不过莫老板，你也别得意，就算你留下，你也与 Home 的猛户无缘了，因为这2亿01分明显就已经是赔钱价，而你上一个3100万买的料子，恐怕也切不出好的玉肉。你已经没钱继续竞拍了，更何况你还买了一堆废料回去。你怎么知道我买的全是打眼的废料，而你买的都是好料子？敢赌吗？现场开始，谁的料子不好，谁就以市场价的2倍买下对方的料子，你敢吗？就你那堆破烂料子，10倍我也出得起，我的肯定比你好。我的别说2倍了，1倍的市场价你都得吐血。巴尔莫老板，可以现在开始不可以？石头被你们拍走了，就是你们的了。我们这里提供免费开石服务，只要在座的各位都没有意见，可以暂停拍卖，为你们免费开石。
我没意见。我也是，我也想看看莫老板选的石头。那好，现场就为他们2位安排开始。至于你们的赌约，我来做见证人。输者将以2倍的市场价格买走对方手里所开出来的料子。哦，全绿。这块料子市场价最起码10个亿。恭喜莫老板了。小凡，这个石头这成色太好了。巴尔木先生的料子果然都是好货呀！怎么会有运气这么好的人？怎么样？现在我开出来的都是赚钱的货，好像不是赔钱的货。你得意什么？你也就这一块好料子，那剩下一块你肯定是赔钱的。我那块料子色泽均匀，没有裂痕，市场价可以值15个亿，你还是输了。的确，秦天明那块料子确实可以标注15个亿，但是属于是有价无市，除非把它整个切开看看，否则大家会担心是玉宝石。是啊，如果不是担心这块石头是玉宝石，肯定不会以6000万的价格被拍走的。这属于买回去只能放到店里镇店，想要卖出去那就得冒险开石了。你别管能不能卖出去，我的料子在市场价可以标15个亿，也是市场认可。莫老板，你还是输了。按照规定，你要以2倍的市场价买走我的料子，30个亿，把你个臭小子卖了都不值这个钱。看你这次怎么办？师傅，不需要磨皮了。怎么了？你磨皮是为了保持它最好的卖相，最大最完整的切出来。但是我敢打赌，这块石头是全绿的料子，不存在玉包肉。小伙子，刚才那个可能只是侥幸。如果这次要全切开，如果里边出现玉宝石或者有些许裂痕，可能连几10万都卖不了了。你确定现在直接切开？切。好。哦，绿包红，极品，极品呐！要是不切开，真就打了眼。小伙子，老夫很佩服你的胆识啊！什么？绿包红？有运气这么好的人？怎么样，秦老板？现在我的这块料子起步估值也得5个亿，2个料子加一块怎么也得15个亿。看来我是远远超过了你啊！我的料子市场价也有15个亿，你怎么超过我？标15个亿？那你那块料子起码得是冰种，可是你那块料子分明就是玻璃种。玻璃种？没错，我刚刚已经仔细看了，你的那块料子就是玻璃种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差点就打了眼，这的确是玻璃种，不是冰种。别说15亿了，就是1亿5千万都标不到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你也别担心，万一里面内有乾坤呢？找茬，我不仅要从你身上赚一大笔钱，还要对你杀人诛心，否则都对不起我这金手指。对，话不能说太早，万一切开之后内有乾坤呢？外面这块玻璃种肯定是输了，不如搏一把。小伙子，你确定要直接切开这块料子吗？如果真如莫老板所说，里面开出更好的料子还好，但是如果里面出现玉宝石或者全是玻璃种，可能连现在的价值都没有了。切！好。哇，这玉包的石头还不小了，秦老板，你可真厉害啊！一挑啊就挑了这么好的石头，秦老板还是有钱啊，花6000万就买了这么一块石头。哼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呢肯定不会卖给你这种料子，我卖你的料子可价值15亿。那现在按照约定，是不是该转我30个亿？怎么会是一块烂石头？巴尔木先生，你骗我！哎，这话可就不对了。人家巴尔木先生已经说了，这是没有底价的，
你要是花了1块钱，那你肯定是赚翻了呀。再说赌石赌石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赌字。怎么，你输不起？秦老板，你不会是想赖账吧？不，我不想赖账。莫凡，我记住了，回去后我一定会找你的。多谢。恭喜你啊，莫老板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怎么？难道你不希望我被淘汰？我希望光明正大用实力打败你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竞拍。接下来的这块料子是我们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块料子，也是我们本次拍卖会的标王。料子虽然小，但是从脱沙显露出来的玉肉来看，疑似传说中的龙石种。龙石种，这个是传说中的玉石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这种能量啊，可以被人吸收，被人体吸收之后啊，就会延年益寿，真正的玉能养人。因此啊，这个龙石种是许多钻研玉石大老板的向往。这种石头非常昂贵，没想到在缅国这个地方竟开出这样的猛货。这种玉石，就连我和你胡叔这辈子也没有见到过一次。如果真的有龙石种，这一趟那就真没白来呀！这块料子我珍藏多年，特地拿出来做压轴的拍品。为感谢大家的到来，这块料子也没有底价。我相信各位老板肯定不会出很低的价格。哎呀，这也太漂亮了，甚至不用磨皮，就这么卖，乃价值连城啊！那不行，这料子还是得要磨皮、切割、加工等工艺，这样才能体现出它该有的价值。好了，各位老板，接下来出价吧。陈太守这是拼了吗？竟然开到了10个亿！算了，我的资金有限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吧。好了，恭喜陈老板，以10个亿的价格拍成我们今晚最后一块料子。哼，用实力光明正大的打败你，这样才有意思。真是喜欢装逼。我给大家安排了丰富的晚餐，大家可以前去享用。吃完饭后，我会安排人送到边界地带。站住！都站住！拔出军旗来！快点，军旗们！什么人？看不出来。快点，要去他们的好望。欢迎各位，我叫九真，我请各位来买翡翠料子。搞了半天，不就是买料子吗？那你这么兴师动众干什么？买你们自己的料子，想回家的，现在可以安排人转账了。现在各位老板可以用自己的手机联系人了。每块料子1000万，买一块料子，同时也是买自己的一条命。可以开始了。九真是吧？我听过你的名字。你有没有听过南山将军的名字？你认识南山将军？那是我义父。好，快带我去找他，我可以什么都满足你。那我先打电话，见不见你，我不确定。好。等着吧，南山将军一会儿就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派人带你去休息，我在这里等南山将军。他认识南山将军，你呢？你认识什么人？我可不认识什么人。
但我知道，擒贼先擒王。放下你们的枪，否则我会割了他的喉咙。南山将军，参见南山将军。太守呢？义父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南山将军，只有龙施主才能见到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的母亲，求你。你的母亲九元的，实在是伤得太重了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有龙施主，我可以把龙施种给你，只要你能救我的母亲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太守的龙石种原本就是我们的，九镇，我看你是晚辈，就再让你一次。你就是太守提到的莫凡是吧？莫翠小剑还满意不？叫我小凡就可以，非常满意。就是您让陈太守来给我送剑的。是。啊。不错不错，年少有为啊！等下一起吃午饭。至于其他人，除了太守外，该干嘛干嘛去了。你小子是哪个家族出来的？家族？什么家族？我顶多算是有个家庭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两位，我不是什么家族出来的，我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。莫凡，我能感觉到你的不一样。你赌石这么厉害，应该有自己的能力或者秘密。或许你以前是，但你现在一定不是普通人。以你的能力跟身手，应该是特殊体质的人。特殊体质？在世界上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，他们可以通过吸收龙石种的能量来提升自己。这个能力有可能是强化身体某一方面，也可能是一些特殊的强化，而这类人很少。往往这种体质是可以遗传的，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大家族。比如我是南家的人，我强化的能力便是战斗。我也是这种特殊体质的人，但我吸收龙石种的能量很有限。以你的能力跟战斗力，赌石赌长的成功率有那么高？莫凡，我不信你不是大家族的人。哎呀，两位啊，我真的不是什么大家族的人，我顶多就算是个大家庭的人。哦，对了，你说你吸收龙石种的能量很慢，那这个慢具体是指多长时间？比如啊，你吸收一个龙石种大概多长时间？1年。那您送我这剑，又是什么原因？小剑是我们祖上先人留下的，我们传了几代了。这种小剑的材质是用被吸光能量后的龙石种打造的，只有特殊体质的人拿到后，会感受到不一样。龙石种能量耗尽后，会慢慢吸收特殊体质的人身上的能量，所以你才会感受到不一样。传言喂饱龙石种材料后会有奇效，但它们的食量很大，至今还没人喂饱过。怪不得我可以凭借意识随意操控那把墨翠小剑，原来是喂饱它了。南山将军，求求你救救我的母亲，她的情况又恶化了。可以，带我去吧。不过莫凡这小子和我很有眼缘，你也是做翡翠生意的，以后多多照顾他一下吧。莫老板，之前多有得罪，我在缅国有个矿场，过几天我可以带你去矿山选料子。太好了，一手料子不但价格比其他地方来说不贵，而且还有选择性。好的，感谢。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一下九元？他也是翡翠界隐士家族的其中一族。要是认识翡翠界隐士家族的人，得到他们的扶持，肯定可以赚更多的钱。多认识几个隐士家族的人，肯定不会错。好啊，刚好我也想去看看。那就一起走吧。
不用多礼。九元，好久不见，你的伤势还是这么严重吗？南山大哥让你见笑了。果然，这些隐士家族之间互相都是认识的。不过九元为什么要叫南山将军南山大哥呢？他看上去可是比南山将军要老太多了。小凡，这位就是九元，是九真的母亲，也是大夏国的英雄。当年他代表大夏国接受了玉米国的挑衅，为了大夏国不输给玉米国，他过度消耗了自身的力量，一夜之间苍老了几十岁，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我也不是不想救他，实在是我体内能量有限，要想救他，必须一次性的给他大量的能量才行。可我们普通人吸收龙石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九元老妹那次透支了太多能量，导致身体受伤严重，自己也无法吸收，所以这伤势需要大量的能量灌输进他的体内。我好像可以送这个隐士家族一个救命之恩。好了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点程度了。谢谢南山大哥，感谢南山将军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他的状态只能维持1-2个月，他的消耗太大了，身体亏空的不行。没事的，阿珍，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很多了。以后啊，你也不用再为我去找龙石种了。这些年为了龙石种，你已经得罪了太多人，我不希望你再继续下去，这样对你不好。我现在反正也没什么奢望了，倒不如痛痛快快的去。好了，你们俩后面再说吧。小凡，你跟我一起走吧。啊，南山先生，我急着回国内，咱们也不顺路，就不用麻烦了。好吧，那下次改天我们再请你去。请问阁下是哪家的公子？妾身有急，不能亲身行礼，还望公子恕罪。哎，不用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，不是什么公子。哦，我叫莫凡，你们也可以叫我小凡、莫凡都可以，不用这么客气的。莫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能感受到你身上强大的能量。我和九真都是体质特殊之人，只不过九真为了救我，这些年有龙石中都会拿龙石去寻找有能力传输能量的人。他还没有吸收过龙石中的能量，所以他感受不到你的强大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留下来呢，其实是想说，如果说你只是需要龙石种的能量的话，那或许我应该有办法。啊，莫老板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如果能救我的母亲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啊，我可没说一定啊，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，需要试一下。怎么试？你有龙石种吗？这能量好强大，这就是龙石种的力量吗？我觉得身体都快要爆炸了。
不是给你足够的能量，你就可以恢复？理论上是的。这不就是给充电宝充电？我现在是大发电站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九真，你把你母亲给扶起来吧。来，把手给我。我感觉我的能量恢复了，而且比以往更深。这次消耗的能量其实1/10都没有，没想到效果这么显著。感谢恩公，再造之恩，没齿难忘。别，你们俩都起来，都起来。我们啊，就是做了笔交易而已。你们给我龙石种，我完成答应你们的事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别这样啊。恩公，你的恩情我无以为报。可能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件小事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接下来能做的太多了。这样，我让九真留在你身边，照顾你的起居。虽然他没有吸收过龙石种的能量，但是他的身手应付普通人是足够的。我们呢，还有一批人可以供恩公调度使用，这样啊，你身边就多了很多帮手。恩公这是要拒绝啊？莫先生，我的想法和我母亲是一样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找能够救助我母亲的人。我愿意做任何事情，来换取我母亲的健康。现在您救了她，我无以为报，还希望您不要嫌弃，留我在您身边。哎呀，好了，别这么看着我。行，但问题是，他能跟我一起去大夏吗？可以，我可以随时跟您去大夏。我们在缅国也有正经商人的身份，我随时可以跟您走。这里我母亲也能接管，毕竟这也是她一手创立的。恩公不必担心，我们家的生意和经营啊，我自会接手。阿珍呢，就跟着你就好了。其实呢，这件事我也有私心，她继续待在这里呀，对她以后也不好。我也希望她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啊，行，我答应你们。小玉、老铁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这是九真，以后啊就是我们的新朋友了。九真好。九真你好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尽管开口。你们好。莫凡，你这次去缅国是不是见过秦天明了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胡叔都已经给我说了，你们还是小心一点吧。虽然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我还是要把其中的原委跟你说清楚。原委？秦天明一直想要南方的市场，所以他一直想办法让我嫁出去，这样就可以分走一部分南方的市场。而且他那边刚好有一个合作家族里的少爷很喜欢我，而秦天明跟这个人关系又很好，所以秦天明一直想撮合我们。他应该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，所以他不会就此收手。你以后还是小心一点吧。放心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对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打算再开一个翡翠珠宝公司。这个公司只做高端的翡翠，只卖顶级饰品。现在这个中低端的赌石店交给老铁和小玉就行。那我能做点什么？你就负责帮我们出初期的师傅和工匠。毕竟流水线这些工作你比我们更熟悉，所以这个初期的建设还需要你帮忙一起搭建。不过呢，你可以用个人身份入股，占10%的股份，怎么样？我要好好考虑一下。你给我1晚上的时间，明天早上就给答复。刚好明天早上我也要去早市，我们见面了聊。行。帅哥好福气啊！2位美女陪着你一起逛翡翠，今天买料子一定大涨。谢谢啊，那就买一块吧。哎，这块石头怎么卖？这块8万，正宗的木讷，皮壳。买了。不是，你等我介绍完嘛。不用介绍，买了。哎，好，走马。好嘞。真是笑话，
我当是什么厉害人呢？我叫韩萧乐，京城韩家的。原来秦小姐喜欢的人就是如此儿戏之人。哎呀，这么巧啊，韩老板，初次见面你也过来装逼啊？什么装逼？我听不懂。你看，我带了2个美女出来逛，这就是装逼啊？啊，你的美女呢？哦，我真是误会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美女不愿意跟你出来啊？你，这女的怎么浑身杀气啊？为什么？怎么？你要不要装逼打我呀？不会是不敢了吧？你等着。哎呀，看来韩少今天这个逼是装不成喽。等着，我要你1条腿，不2条。莫凡，你可以帮我买这块石头不？当然可以。这个是吧？嗯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之前有人出价20万，原本我是想多加点卖你的，但是看你买上一块那么爽快，我也爽快点，20万吧。老板，太贵了，18万怎么样？我出25万。我出25万。不是，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美女正看着呢，你可以等她出完价格，如果没有成交，我们再谈嘛。这个摊主倒是挺守规矩的。哎，没事，这是我好朋友，我们一块儿的。韩萧乐，谁跟你一起了？讲不讲规矩？有没有素质？不是，大宝，我这是要买了送给你的。是啊，大宝，韩少也是一片好心，韩少可是韩家的大少爷，你为啥要跟着这个叫莫凡的臭屌丝纠缠呢？滚！姐，这是韩少的一片心意啊。25万，帮我包起来，谢谢。凡哥，要不你帮我付钱？就算要送，我也希望是你送给我的。当然没问题。老板，转账。急眼了？还有更急眼的。过去了啊。凡哥，你对我真好。你们竟然！你要做什么？行，小子，你行，等着。慢走啊。莫凡，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我现在就把钱转给你。不是钱不钱的事情，是你占了我的便宜。莫凡，你这个是刚刚我们路过的时候顺手买的，看你多看了这戒指几眼，虽然价格没有那么昂贵吧，不过代表我的一点心意。至于那什么钱是我送你的，就当做我们合作的礼物吧。谢谢。你们刚刚这是干什么？啊，谢谢老板啊。走吧，大宝，我送你回家。老板，我们去哪儿？老墨土石店。好。怎么忽然有一股香味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我不知道。说不说？韩少。韩少，给他打电话。怎么样？事情办完了吗 ？Hello 啊，韩少，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声音，希望下次你亲自来见我。饶命啊！下车。九真，这次得麻烦你开车了。莫老板，韩萧乐他们带人来找你了。来的正好。你们下去。一点伤都没受，没想到莫凡这小子这么能打。
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招惹他的好。说说吧，韩大少爷，怎么个事情？哎，莫老板误会了，这原本呢是想请你看一块料子，结果手底下的人办事不靠谱啊，整了个误会。当然啊，他们呀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你放心，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。然后呢？我们秦家跟莫老板你也是有生意上的合作的，你看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解除这个误会呢？打住！我和秦家没有多大的交集，我只不过是和秦大宝关系比较熟而已。既然你说是误会，那其实误不误会的呀也不存在，主要啊看你们的诚意。大宝啊，今天我就再帮你个大忙吧。不知道莫老板所说的诚意是？好，那我就给你提个醒，我要你把手底下所有的秦家产业全部交给秦大宝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要和秦大宝联手打造一个高端的翡翠珠宝品牌。我要秦大宝这个合伙人拥有秦家所有的资源。这恐怕有点难吧，莫老板。我希望你也可以拿出一点和谈的诚意来，否则鱼死网破，对我们谁都不好。让秦大宝拥有更大的产业，对我未来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，必须要达到这个目的。好，那我就给你点诚意，你去给秦大宝打工，这样的话，你的产业还是你负责看管，只不过就是你有老板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我给你脸了，还他妈诚意？老子我今天能忍着不动，能站在这跟你好好谈，就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坏了，这事恐怕没法善了。反正他们韩家也算有点实力，看莫凡怎么处理。啊，那就是没得谈喽。九真，送客。请。你给我等着。莫凡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有你好看的。莫凡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一早就接到手下的电话，说秦天明他们派了很多人要来找你的麻烦。嗨，没什么事儿，是他们昨天啊想找人来收拾我们，结果反而被我们收拾了。放心吧，我自己可以应付的。韩家还是有些麻烦的，他们在翡翠行业里面主要以原石料子为主要生产，这也是最容易接触到翡翠行业里面最危险的一块。他们能做这么大，可见势力和实力都是毋庸置疑的，特别是在缅国那边，他们有很大的势力，所以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能自己保护好自己。我现在有些后悔当日在市场上的做法。秦小姐，不要多想，这事不怪你，是我自己决定接下的，不是吗？不好了，莫老板，出大事了！刚才我母亲打电话来，说是缅国的杀手刚刚收到了一条悬赏，是悬赏老板你的，赏金达到了100亿缅币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虽然九真姑娘身手了得，但是上了悬赏，金额又这么高，还是有些防不胜防的。嚯，我竟然值100个亿！啊，没关系，你跟伯母打电话说一声，不用担心，我自己能够应付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最近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怕他们会从你们下手。喂，怎么了？莫凡，怎么回事？缅国这边有人出100个亿要你的命，让我和小凡说。好的，义父。小凡，我在听，南山将军。这2天有空来我这儿一趟，这件事我可以帮你解决。好呀，南山将军，正好我上次也觉得没有好好领略你们的异国风情。这样吧，你把位置发给我，明天早上我就过来。小凡，你来边界就行，我让太守去接你。好啊，那就多谢南山将军了。这件事儿还是我自己去吧，让九真跟着也不安全。九真，明天我去一趟缅国，你留下来和大宝商量一下我们合作那家店铺的事情。那好吧，莫老板，你多加小心。小凡，快坐。龙石种，他竟然用龙石种做茶具。来一杯。
这茶水怎么带有能量？这么直接喝下去，让我感觉好舒服，好想再喝几杯。但南山将军不到，我这么喝不太礼貌。太守，你也来一杯。啊。茶具里面蕴含能量，而龙石种的能量吸收起来是很慢的，除非实力已经到达一定程度，对于能量也吸收的够多，慢慢才能提高自己每天吸收能量的速度和量，否则就会像太守这样身体出现不适。太守就先不喝了吧，小凡，咱们2个人共饮。这都第3杯了，小凡怎么还是没有任何反应？他的实力这么强大吗？我都快撑不下去了。不能再喝了，再喝我的身体就要承受不住。南山将军，那个我还可以继续喝吗？当然可以，你随便喝。啊，这能量实在是太诱人了。南山将军，你的意思是我可以随便喝，对吗？当然了。好。南山将军，还有吗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很难吗？不就是喝吗？好吧，我果然没有看错，你是一个拥有强大能量的人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龙石种有很多类型，而这种类型的做成茶杯，泡茶是可以让茶水有能量的。不过正常人不能喝太多，3杯已经是海量了。你竟然能够喝下这么多，而且一点事情都没有，说明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怪不得喝这茶水这么舒服。跪下！小凡，发布悬赏令的人就是他，我把他抓住后，他就把悬赏令撤销了。至于他，你想怎么处理，我就不管了。南山将军，饶命啊！我真不知道莫凡他是您朋友啊！我要知道，您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悬赏他呀！你的死活不是我说的算，而是莫老板说了算。你不如多求求莫老板，看他是怎么个意思。莫哥，莫叔，莫爷，都是韩笑乐是他出钱悬赏的您，我求求您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吧！要我饶了你，也不是不行。还是那件事情，秦少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的。那些产业都是我的立足之本呐，我要都给了我姐，那我这……南山将军，在缅国杀死一个人，应该不难吧？那是当然。韩少，我觉得我不是在和你谈判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自己把产业让出来给秦大宝，至于你还有没有的吃，那就全看秦大宝了；要么你就在缅国变成一具尸体，你的产业由秦大宝继承，天经地义。选吧。对，我同意把所有产业都给秦大宝。南山将军，麻烦你让人把他带下去，签署一份自愿放弃秦家所有珠宝的占有权，都交给他姐姐的合同。好的。南山前辈，这次为了我的事情让你大费周章，我表示感谢。其次，你这次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世上没有白给的好处，南山肯定是有所企图的。我想让你帮我寻找龙石种。寻找龙石种？没错，莫凡，我让太守观察你很久，包括刚才你能喝下这么多茶水，都证明了你在赌石这个领域有着非凡实力。我呢，有很多矿产，在这些石头中很可能就包含龙石种，只是我没办法发现罢了。只要你答应我义父的要求，我们会联合其他隐士家族，在生意上
给你最大的支持。没错，你只要答应我寻找龙石种，我保证你在翡翠上的生意遥遥领先其他家族。至于龙石种的分配问题，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每寻到3块，我会分你1块，怎样？龙石种虽然有强大的能量，但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不是非要去吸收龙石种才行，我什么玉石都可以进行吸收，倒是大可以把龙石种让出去，算作一份人情。南山前辈，我答应你，而且我不要龙石种。说出你的条件。我只需要你信守承诺，让我的生意顺风顺水，遥遥领先。我南山从来不会食言。不想让秦大宝死的话，就自己来上次你打伤我小弟的地方见我，否则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莫凡，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，还真敢只身前来。莫凡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！拿一个女人做要挟，算什么本事？住口！这个臭女人，我对她那么好，她不领情啊，非要跟你这个臭屌丝在一起。行，那我今天就当着她的面毁了你。喂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韩少，我们已经找到了瑞士最大的料子供应商王九，还有缅国的大供应商赵高，他们表示不会给莫凡供货的。哼，莫凡，听到了吗？你那赌石店呢？我想让他开，他才能开；我不想让他开，他就得给我倒闭，明白吗？你这个疯子！我告诉你，不管莫凡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喜欢他；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懒得看你一眼。我呸！你以为我还喜欢你啊？放心啊，等解决了莫凡呢，我就会解决你。你秦家呀，也得完蛋。你电话费很多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抱歉，我以为你在装逼，装自己电话费很多呢。那么接下来就轮到我装逼了。我的电话费比较多。电话费多？莫凡，你电话费多有个屁用啊！你赌石店都快倒闭了呀！喂，你好，莫先生。听说韩少送钱给你了是吗？是的，送了1个亿，我已经保留了证据，上交给瑞士的翡翠协会了。他们会以贿赂为由，对韩家进行全面的封锁。什么？王九，你个畜生！韩少也在啊，韩少你不要怪我，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可以贿赂我们这些老板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卖给特定的一家料子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就会被那一家给拿捏了。我们想要更全面、更和谐、更健康的发展，所以我们才成立了翡翠协会。混蛋，你故意整我是不是？注意你的言辞！混蛋畜生，老子就骂你，怎么了？好，韩少，刚才是代表翡翠协会，现在代表我自身，你们韩家被瑞士翡翠全面封杀。莫凡，你别得意，这王九出尔反尔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王九的料子是从赵高手里边进的，我只要给赵高打一个电话，王九以后就没料子可进了。啊？莫老板，按照南山将军的吩咐，我已经收下了韩萧乐送的钱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那笔钱啊，你就自己支配好了。赵高，莫凡，你是在故意演我吧？就凭你能认识这缅国最大的料子供应商，你这种行为啊，真的很让人恶心，你知道吗？更可笑的是，还说什么南山将军，你能认识他呀？啊，你知道南山将军是谁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南山将军我确实是认识，他是我的朋友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们韩家从此以后在缅国再也拿不到任何料子了，即便你开出天价，
也没有人敢把料子卖给你们。秦大宝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喜欢的男人，满嘴大话呀，还真是可悲呀。哼，放心，等今晚过后啊，你秦家就没了，你喜欢的男人也得变成土匪。什么？是不是搞错了？畜生！你在外面干什么？现在不仅是免国，连瑞士都明确提出，以后不再跟咱们共料了。你到底惹了什么大人物？赶紧去求人家宽恕咱们韩家，否则咱们韩家就完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父亲，这莫凡他就是一个赌石店的老板，在我们眼中他就是一个臭屌丝，不是吧？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？臭小子，赶紧向人家求饶，否则我杀了你！韩少，我劝你一句，趁我现在还有谈判的欲望，你也还有谈判的筹码，我建议咱们快点把这件事情给谈一下，否则等一会儿你后悔都来不及。来，大宝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莫凡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莫凡，你去死吧！莫凡小心！大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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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？你千万别睡啊！千万别睡啊！混蛋，你去死吧！大宝，大宝，坚持住，千万别睡啊！戒指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大宝，你为什么这么傻啊？怎么这么傻？大宝，你千万不要有事啊！医生，医生，大宝怎么样了？他怎么样了？子弹距离心脏只有1公分，现在已经安全取出来了，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多谢医生，多谢医生。秦小姐没事吧？韩萧乐这个畜生竟然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现在韩家都要被他给搞垮了。希望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秦小姐怎么样？实在抱歉，莫老板，我都知道了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秦小姐的所有医药费都算在我身上。你是觉得我拿不出这笔钱来是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莫老板，我是想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们韩家一马。姓韩的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是招惹了我不会追究，但这次你们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了。为了钱呢，我可以低调，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在有些事情上绝对不能低调，或者说，我也绝对不会低调了。韩达，我告诉你，以后谁招惹秦大宝，就是招惹我莫凡。莫凡一定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哎，莫先生，我打听到，秦天明选上你的时候，你也只不过是让他把产业老总的名头交出去，实际上还控制着秦氏珠宝店的半壁江山。您看，要不这样，我们韩家以后也附属到您赌石店门下，这是合同，你只要签上字，以后我们韩家对你马首是瞻。姓韩的，我再给你最后重申一遍，秦大宝是我的底线。你们这次是踩到我的底线了。至于你和你的儿子，我不杀你们，已经是给你们最大的恩赐了，还不快滚！莫先生，我求您高抬贵手，我求求你了。听不懂人话是吗？我让你滚！听不懂是吧？
我好像已经喜欢上秦大宝了。医生说你马上就可以出院了。哎呀，今天的天气挺不错的啊。哎呀，你看这枕头，哎，怎么都脏了呀？啊，你看，小凡，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？只是这些乱七八糟的话。哎呀，好吧，大宝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那我受伤的事情，没有让二老知道吧？啊？没有让他们知道。那咱们结婚的事情，可得让他们知道。真的？你愿意嫁给我了？我愿意。Yes。